我们眼前看到的这2000多尊悬塑，便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的双林寺内。此寺原名中都寺，后改名为双林寺，名字来源于佛祖双林入灭的典故。此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但我们如今看到的建筑以及这精彩的悬塑，大都是明清时期留下来的。因其造像极为精彩，所以这里是当之无愧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这里也是游戏《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之旅》系列的第31期，各位在我的主页搜《黑神话：悟空》就能找到过往的节目。取景取的是哪里呢？黑神话：悟空的发售日预告中，波脸怪不白用刀划的这面墙，便是双林寺内的悬塑造像。目前只扒出来这么一处，所以我们本期还是做成古建筑纯享节目，这样游戏里再出现其他地方，我们一下子就能认出来了。大家好，我是徐工。大家好，我是南希。我们目前在这个地方是山西平遥的双林寺啊，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这儿。本次的同行人是当初同游大足石刻的老朋友南希，老粉对他应该不陌生。我们是从平遥镇国寺自驾过去的，双林寺附近有停车场，恍惚记得是收10块钱。现在我们来到双林寺的入口，它的入口是一个斗拱结构复杂的木牌楼，入口和出口都在附近。旁边这块古碑的落款还刻着英文，可能是古英语。售票处就在对面，买票可以现场去窗口买，但线上票建议提前买，不然你就像我一样，现场扫码买完老半天才刷出来。进门之后可以先预览一下导览图，然后我们往右侧看，这是一座面阔3间的硬山顶大戏台，最上方的斗拱区是龙头昂和云形昂交替使用，中间的雀替看着像是2龙戏珠，左右两侧既不像博古雀替，也不像普通的花草雀替，倒是有点仙里仙气的。附近的厕所我看也是风韵犹存呢，这个造型看起来就很古朴。重点看这个补间斗拱，有没有觉得它很有气势？但是很可惜，我没查到更多的资料。进门之前还可以和门口的虎先锋交流一二。现在我们走进这个门，进入双林寺的院内，过了门之后便能一眼看到明代天王殿。此殿面阔5间，屋顶为单檐悬山顶，进深6穿，其牌匾为天竺圣境4字，落款为明代。天王殿外侧的4尊造像则是4大金刚力士造像，在此充当护法。摆放力士的位置则被称为插廊，它比抱煞结构简单，而且不往内收，主打一个实用。这4尊金刚力士头戴冠髻，手持金刚宝杵，身系腰裙，肩上披巾，肌肉线条突出。但看他们的体型，这体脂率又不是那么低，这个体型不像神，倒是很像凡间的将军。檐下斗拱前出2条如意形甲昂，上方这算嘛？2木头拼一块能算一个蚂蚱头吗？懂行的朋友可以说一说。转角斗拱这边不像是单独的一组，倒像是柱头铺做的加长版，看横拱就给加长了。为了承托它，就加了一组斜鞘，里边跟其他的斗拱差不离，要么说它是个加长版呢。撸斗的下方则是垫在角柱上的普牌坊，外侧则是出头的霸王拳。下面我们来走进内部，首先看到的主尊造像是天官弥勒菩萨，虽说现在还是菩萨，但早晚要成佛的，也就是未来佛弥勒。未来拜。菩萨头戴宝冠，身穿半袒右肩式袈裟，右手4节说法印，并以家夫坐姿坐于5层仰莲宝座之上，下方则是寺内常见的须弥座，须弥座下的力士已经严重缺损。菩萨的右胁侍卫则为大梵天，其头戴凤冠，身穿广袖袍服，双手合十；左胁侍卫则为地势天，头戴冠冕，双手叠于胸前，手中似乎缺失了玉圭。现在我们来看两侧的4大天王，这位掌心向上的天王应该是托塔的多闻天王，但是塔不见了。这位空手凸造型的天王应是手持龙蛇的广目天王，龙蛇不知所踪。再来看主尊左侧的造像，这位弹奏虚空琵琶的天王应是持国天王，而这位手里真有剑的天王则是增长天王。4大天王就剩这一把武器了，其余造像则是8大菩萨，分别为观音菩萨、虚空藏菩萨、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地藏王菩萨、除盖障菩萨、慈氏菩萨、金刚手菩萨。看完不得不感慨一句，我看了很多古建筑，也走过了很多天王殿，这边无疑是最华丽的一家，一个入口就这么大排场，后边怎么样简直不敢想。看完天王殿，我们来到侧面的小门，这是一座砖仿木结构的垂花门，上方的小蝙蝠是符文，是福字的古老谐音梗，两侧的小石狮子看起来实在是太瘦了，看给孩子饿的。穿过门来到下一进院落，但是不着急往后看，而是先去看天王殿的后身，这边明显是有看点的。
中间的大悬塑是骑乘着朝天吼的渡海观音，周围的小悬塑则是善财龙女以及2位护法金刚，据说还有其他造像，反正游客视角是看不见的。下面我们奔向东侧的配殿，此殿屋顶为单檐悬山顶，面阔4间，但是2个殿共用这4间。我们先进入伽蓝殿，内中供奉的是伽蓝菩萨关公，造像则是清代造像，周围悬塑则是关公的故事。这边有标识的则是水淹七军，掉了标识的就难说了。武圣一生斩将无数，哪知道这是谁？殿内的悬塑也是仙境云海，指的是关公死后位列诸神之中。另一个殿是罗汉殿，此殿中间的主尊是观音菩萨。我们从下往上看，菩萨的须弥座拥有双层束腰，这2层各有捆门，外侧立式则多有缺失。另外捆门2侧的装饰是不是有点像天命人的金箍？这个叫做挽花绶带，是古建筑的常见装饰。然后我们看观音造像本体，菩萨头上戴的是极简版的化佛宝冠，它简就简在是用佛字来代替了佛像，此外只有云纹装饰。佛衣则是夫达双肩下垂式佛衣，它和双领下垂式袈裟的区别在于衣服的一侧斜过来盖住了另一侧，可能夫达就是这个意思。看过我明山寺视频的老粉应该还记得那边的文殊大势力菩萨穿的也是同款佛衣。我们再看菩萨的背光区，顶部大量的火焰纹装饰是常见的背光区装饰，不细说。我们来看其他的，观音头顶中间是金翅鸟加增拿，它可不是迦楼罗，因为它善不杀生，其左右2侧为龙女那罗拿。再往下看有摩羯鱼布罗拿，在这边做成了龙头状，2侧下方为狮羊组合，本该是童子骑羊加狮子，但明代简化成了羊踩狮子，所以它同时代表童子波罗拿和狮子弗罗拿。以上5个再加白象，便是佛教造像背光区中常见的装饰元素6拿具。很多资料都说有白象，但都没指出来它在哪儿，我个人也是没找到。殿内2侧供奉的则是18罗汉，一般被认为是明代雕塑，也有部分专家认为这是宋代雕塑，我们记住争议就好。罗汉外侧的木龛则是清代时加的保护，罗汉下边有牌子标出了罗汉的名字，但这牌子明显不对劲啊！用我找到的网图对比一下，发现他们这牌子的位置没准儿，所以我们摒弃掉一切梵文名字，以资料中列举的民间名字来进行解说。我们先从北侧看起来，北侧第一尊为多言罗汉，其手中握有一条蛇，故被人认为是多嘴多舌，其原型推测为印度的捕蛇人，其衣衫花纹至今尚且无比清晰，可见其工艺高超。北侧第2尊为伏虎罗汉，这位罗汉有须发，总体的气质不像罗汉，更像是换了便服的武将，右手向前指着那只被降服的老虎，这老虎怎么这么胖？猴头吃多了吧？北侧第3尊为亚罗汉，其身穿风帽袈裟，结跏趺坐，双手似在袖中结禅定印，表情委屈巴巴的，而且紧紧闭着嘴，所以被人们称为亚罗汉。北侧第4尊为英俊罗汉，其赤足结跏趺坐，表情平和，手中似有法器，但今已无存。北侧第5尊醉罗汉蓄有胡须，手指指向北侧第6尊迎宾罗汉，2个人好像是一边在斗嘴，一边迎接宾客。看到他们2位，我又想起2位故人，他们背后的门则是半开的状态，好像迎宾罗汉刚走进来一般。北侧第7尊为长眉罗汉，天生眉毛长，所以他在其他作品里也永远是最好认的一个。北侧第8尊为讲经罗汉，同是结跏趺坐，衣衫彩色尚存，他右手伸出的食指正好指向左手的经书。北侧第9尊罗汉为罗侯罗，他头戴僧帽，身穿长袍，看起来身份非凡，因为他是释迦牟尼的儿子，响当当的沙地利，当然装束不同。然后我们看南侧的，南侧第1尊为净罗汉，颌下有须，结跏趺坐，看起来确实很安静。南侧第2尊为降龙罗汉，其头戴冠帽，气质更像是文官，手里拿的则是降龙法器。南侧第3尊为镇定罗汉，他一边高谈阔论，一边摆弄着手里的小狮子，腿的姿势则是半跏趺坐。南侧第4尊为养生罗汉，在高台上结跏趺坐，双手似在袖中结禅定印，这个神态看起来已经是闭目入定了。南侧第5尊为病罗汉，高大瘦弱，拄着拐杖，还得靠旁边的矮罗汉扶着，而扶着他的第6尊造像便是矮罗汉了。他们背后的门也是半开的，如同2人刚从后边走出来一般。南侧第7尊为大头罗汉，游客视角看不见右腿，就直接从论文里截了个图，发现他的姿势和自在观音一样，这个姿势就叫自在坐。南侧第8尊为胖罗汉，他怒目圆睁瞪着对面的人，手里举着一颗火焰宝珠，好像要砸过去。他僧衣上的花纹则是常见的团龙纹，在青花瓷中长这样。
南侧第9尊为瘦罗汉，确实瘦，肋骨根根分明。据资料说，瘦罗汉的衣服是西域式说法，但我就不太能看懂了。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一整个的罗汉殿。下面我们奔向西侧配殿，它与东配殿相同，也是面阔4间，悬山顶，分为2殿。我们首先进入地藏殿，中间供奉的是地藏王菩萨，下方须弥座较为完好，殊为不易。左右2侧斜侍卫，年少手持禅杖者为道明，年老者为道明的父亲闵公。因先进山门为大，所以闵公要管儿子叫师兄。瞬间想起一位故人。2侧10殿阎王，6曹判官脚下则是地狱的各种酷刑，但有一处画风不同，那就是木莲救母。这个对比足可对普罗大众造成最直观的冲击。而靠近游客的区域，还有1人来高的牛头马面造像，而今倾斜严重，已经用架子支撑起来了。时间关系，此殿内容不细说，留待广胜寺补上。西侧另一个殿是为土地殿，内中供奉的土地神便是从古老的社神演化而来，外形为慈祥老者，左右斜侍卫为金童玉女。在西游世界观里，每片地方都有土地神，那是每个地方的民众对丰收的美好愿景。看完2侧配殿，我们来看正殿，也就是释迦殿。这是一座悬山顶大房子，面阔5间，檐下没有斗拱，一眼明代。现在我们走进去，先看中间。此殿的主佛为释迦牟尼，其右手向前结说法印，左手向下结语愿印。其背光区左右有龙，中间有大片卷草纹装饰，外侧有大量火焰纹装饰。但主佛头顶的区域，我总感觉是少了点什么，应该是金色迦楼罗丢失了。左斜侍卫为文殊菩萨，菩萨手里的经卷已经掉色了，按照经验推断为华严经。右斜侍卫普贤菩萨则手持一只含苞待放的莲花，它代表清净与觉悟。而2侧的悬塑造像则是完完整整的描绘了释迦牟尼的一生，这其实就是早期的连环画，比佛经里的文字更直观。本着地毯式轰炸解说的原则，我们甭管它是有牌子还是没牌子，也要把这一组浮雕故事给诉通了。现在就开始。相传能人菩萨为度化世人，便化为白象，来到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处，转世投胎为太子悉达多，是为白象投胎。国王得知太子是菩萨转世，为防止他出家，便为他修建4季居住的宫殿，是为修40殿。这个场景敦煌290窟也有。再看双林寺这边，中间位置多少有点印度味道，2侧明显就是中国风的大门。与此同时，太子的身边也有很多人服侍，可谓之前呼后拥。但他经常独自思考这些事儿是否存在即合理，是为锦绣童年。与此同时，太子在宫廷之内也享受到了最好的教育，是为宫中学文。看背后的镂空窗棂，中间是龟背纹，2侧则是3焦6碗纹。太子平时的娱乐生活便是在园中看大象，这也是印度的特色景观。此场景是为园中嬉戏。与此同时，他也亲自上阵练习骑术，累了就到这座歇山顶亭子下边休息，是为学习骑射。骑射的水平怎么样呢？当然是一箭射穿了筋骨，是为箭穿筋骨。在敦煌壁画那边就更厉害了，悉达多太子一箭射穿了7个铁骨，可谓之天生神力。射箭什么的都是开胃菜，太子甚至能把大象扔到天空，是为隔墙制象。虽则如此，但悉达多太子却并不快乐，他对凡间的美色和音乐毫无兴趣，骑乘大象出游也不能解开他紧锁的眉头。五欲娱乐，千象游玩，一切美好不过如露如电，转瞬即逝。但他尚未找到解决之道，只能屈从于世俗，听从二臣进劝，走进太子纳妃的宿命。顺便说一句，中国唯一的佛祖夫人庙也在平遥，改天我们细说。在出游寺门的时候，悉达多太子亲眼见到老者，也见到骨瘦如柴的病者，此处推测为见到了倒卧的死者。他终于知道凡人皆逃不过生老病死之宿命，最后礼敬僧人，下马对话，终于有了出家的念头。在这强烈的念头之下，太子决定夜半于城，远离世俗，一心修行。在诸神的帮助下，他终于逃离了王宫。当他命令侍者车逆牵马回宫时，自幼与太子便在一起的车逆依依不舍，但终究是离开了。在此之后，悉达多太子用剃刀为自己剃掉了头发，视为金刀削发。从此世间没有了悉达多太子，却有了修行人释迦。此时他已经端坐在菩提座上，昼夜精进。就在这个阶段，释迦曾向2位仙人求教，并深得2者赞叹，是为调伏
二仙。之后释迦终在宝座之上到达正觉，那是他最初成佛的瞬间。而在后边的诸天赞贺场景中，天王等诸神俱都认可释迦牟尼这位新世尊，连创始者大梵天都来请他说法。之后的初转法轮便是释迦牟尼首次说法的场景复制。而激流分段场景中，释迦牟尼轻松截断了湍急的河流，于是迦摄等三人心悦诚服，愿意随他修行，故又名迦摄皈依。而在圣经出埃及记中也有近似的故事存在。在此之后，富楼那也来追随释迦牟尼，后成为10大弟子之一。后一处场景很有教育意义，一个出身旁门的女子假装怀孕，非说是释迦牟尼弟子搞的，但却被帝释天揭穿骗局。而今此种事件仍时时刻刻存在，非雷霆手段不可解也。之后则是请佛还国场景，这是释迦的父亲净饭王派来大臣请佛祖归国，并表示愿意皈依佛教。之后净饭王得病时也曾请释迦归国，那是父子相见的最后一面。此外，佛祖的妻子耶输陀罗也带着儿子罗睺罗前来认父，后来此子也成为10大弟子之一。往后则是杨枝净水场景，造像中的佛和菩萨以杨枝泼洒净水为人驱除疾病，却医不了自己的宿命。释迦牟尼在涅槃前夕嘱咐祥云之上的帝释天和大梵天一定要弘扬佛法，将其流传后世。之后世尊于梭罗双树间涅槃，是为双林入灭。正所谓梭罗双树花失色，盛极转衰如沧桑。按照惯常的说法，故事到此便该结束了，但最后还有一个小刊，讲的是世尊入灭后10大弟子之一的阿那律将消息告诉了佛陀生母摩耶夫人。此时摩耶夫人去世已久，并已升为天众，故此刊内容为升天报母。至此，我们便在此处看完了佛陀的一生。然后我们来看释迦殿的西侧，这是一座鼓楼，但这个视角完全看不出来有没有鼓，而与它相对的位置则是一座钟楼，明显能看到里边是有钟的。然后我们绕过去，走到释迦殿的背面，发现这边仍有看点。我们能在这边再看到一处乘坐着莲花瓣的渡海观音浮雕，两侧也有大量的悬塑造像，这个刚才看过了，不多说了。它的廊下还有一块很大的黑色碑，这块碑便是寺内第一古碑，也就是宋代姑姑之碑，但字迹已经非常模糊，我们俩都没拍到清晰照片。后来我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找到了高清网图，并从中找到了北宋大钟降服这几个字儿，但关于北齐武平2年的记载是打死都找不到了。下面我们奔向第3进院落的东配殿千佛殿，这是一座面阔7间的悬山顶大房子，殿外正面彩绘多已消失，两侧上有武将装束彩绘，身份肯定是护法，但具体是谁已经很难辨认了。再看窗户上边的壁画，你猜这是什么？这些正是明代天顺年间留下的善财53参壁画，讲的是善财童子被文殊菩萨点化后游历四方，见普贤而成大道的故事。如今颜色已经褪尽了，走进千佛殿内就能看到殿内这500多尊明代悬塑造像了。正中间的观音是水月观音，又称自在观音，因为这个姿势非常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故有自在观音之名，且造型极为世俗化。此观音头戴金色花冠，眉间有白毫，右侧插有金钗，胸前是精美璎珞，手臂上有臂穿和腕穿，身穿夫达双肩，下垂是右袒袈裟，下身穿长裙，裙上都用宝相花纹装饰。仔细看观音的座位，它被观音的天衣铺满了，视为天衣座。为什么跟我老婆天衣重名呢？观音左斜侍卫还有一座善财童子悬塑，善财的脚下则是2鬼摔跤。导游词对此的描述是一个兄弟相争的故事，但在民间社火中，我们甚至可以通过它追溯到一段更为古老的历史。与善财相对的被韦陀挡住的这尊塑像，想来就是龙女了。观音的旁边是一尊韦陀塑像，韦陀的头部向右扭动，胸部朝向左侧，胯部向右扭动，承重的脚却是左脚，整个人扭成了一个 S 型。对于正常人来说，这简直就是高难度动作，但在这尊韦陀造像的身上却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丝毫不减其威武雄壮，但其面相却又不似武将，反向书生，将文武属性有机融为一体。再看韦陀的这些眼珠，这些都是用黑琉璃珠镶嵌而成的。左斜侍卫靠门的位置是功德主牛普林的塑像，他头上戴的方顶后仰式头巾是明代常见的老人巾。与牛普林相对称的是功德主冯妙喜的塑像，他头上戴的乃是明代低矮式妇孺女官，他们是平遥当地的一对夫妻，或对双林寺贡献较大，所以得了个突出的位置。而与他们并列一排的小像则是其他供养人的造像，而且是清一色的女性。这些人的衣着打扮足可代表当时中下层人民的生活风貌。
殿内的其他悬塑便是这大殿之内最有冲击力的场景，这是好几层的菩萨造像，皆是菩萨的不同化身，其神态各异，或脚踏祥云，或骑乘瑞兽，各有各的栩栩如生。现在我们走出来，能在院子里发现一棵古老的唐槐，算到如今它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其中间的树干裂出了1人多的大空洞，但它仍然枝繁叶茂，生生不息。现在我们来到西配殿菩萨殿，此殿面阔7间，屋顶同为重檐悬山顶，它前沿的壁画仍然是善财53参的故事，和刚才我们走过的千佛殿属于是同一套连环画，只是颜色几乎褪尽，已经难以辨认细节了，只能从残存壁画的附近看到一处题记，上面写着诸位功德主的名字。看壁画的时候，我发现上一波讲解团走了，赶紧冲进去。殿内正中间的造像则是千手千眼观音造像，当初春晚曾经有个节目叫做千手观音，据说其灵感便来源于此，说是千手其实是26只手，千眼指的是掌心内有眼，视为千眼。菩萨手中法器多已遗失，残存者有弓箭、日月、戟、宝印、钢叉等等。此观音头戴花冠，眉间有白毫，两侧各插一支金钗，但是左侧流苏掉了，其衣衫及装饰与前边水月观音近似，而千手观音的宝座则同为天衣宝座，下方还卧着一条龙。观音左右2尊胁侍造像则分别为地势天以及大梵天，而殿内其他地方的悬塑则为山水及佛教人物组合的场景，置身其中，恍然有一种身在佛国世界中，与400多菩萨并肩前行，共同礼佛的场景。这便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悬塑杰作。黑神话悟空拨两怪不白的取景地也是这边。现在我们直接奔向明代建筑大雄宝殿，此殿面阔5间，屋顶为单檐歇山顶，且上面有3个琉璃方胜，远看大雄宝殿能看到2侧柱子微微向内倾斜，这是营造法式中提到的升起结构。走近后发现殿前有一个很宽阔的月台，它的斗拱结构比较简单，柱头斗拱和补间斗拱差不多，都是出一跳华拱，一根昂，上方一个蚂蚱头，这应该就是单秒单昂了。补间铺座稍微复杂了点，但构件也和其他的差不多。此外，廊下还有几块碑，其中居然有宣统3年的重修碑，以及宣统3年的功德碑，这碑太少见了。此外，还有道光年间的重修碑和道光年间的功德碑，矮碑则是一块嘉靖年间的碑，此外还有民国年间的碑。最后还有一块被保护起来的碑，这个字儿方方正正，很像是宋碑的字儿。我当时没拍清楚，但后来找南希要了个高清图，不知道他是怎么隔着栏杆拍出来的。这上面写着政和3年，可见它就是双林寺内的另一块宋碑，也就是北朝月壁显庆寺法眼造像碑，是从被拆毁的平遥显庆寺挪过来的。现在我们走进殿内，能看到殿内的明代造像，最前方的佛像便是接引凡人到极乐世界的接引佛。后方3尊大佛是皆作菩萨打扮的三身佛，不做罗纹发髻，反而头戴宝冠，不知是何说法。中间端坐者为法身佛，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其双手向前结毗卢印，而左右胁侍位则各有一尊胸佩长长璎珞的胁侍菩萨。左尊为报身佛卢舍那佛，其双手结说法印，旁边于山面端坐者则是文殊菩萨。右尊为应身佛释迦牟尼佛，仅右手向前施说法印，旁边山面端坐普贤菩萨，与对面的文殊菩萨遥遥相对。屋顶则有很多藻井，附近的平旗则多为金龙平旗，梁架则完全看不到了。殿内的壁画如今就剩下一点残影了，这是明代时期所留下的礼佛图，可惜如今变成了这般模样。看完这些，我以为旅途就结束了，没想到还有小门通往后方，穿过小门就看到了一座面阔5间的娘娘殿，其屋顶则是单檐悬山顶，斗拱结构也简单，下方像是每朵斗拱出一根昂，但绕到后边发现它跟延岭13不靠，看来又是个假昂。现在我们走进殿内，看清代重装的彩塑，中间3尊为三霄娘娘，分别为云霄、琼霄、碧霄3位。看过《封神演义》的朋友都知道，书里的杨戬厉害的像开挂一样，但在三霄娘娘面前就吃了瘪。而殿内正面最外侧的则是斗神娘娘和子孙娘娘，东西山墙前分别是怀抱婴儿的送子娘娘以及乳母娘娘，每尊娘娘两侧则是侍女、侍立之类的站像。以上关于造像的区分资料均援引自佛教建筑公众号。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些造像身上有多少能认出来的装饰。有些娘娘头上就戴着凤冠，在明代得是有一定身份的女性才能戴凤冠。这位抱孩子娘娘穿的裙子应该是百褶裙，这位抱孩子妇女头上戴的便是贾宝玉常戴的抹额，而这位侍女手里拿着的便是博物馆中极其常见的明清漆盒了。离开
之前，我们奔向最后一个看点真义祠，远看近身应该是3船，后半截怎么给削掉了？到正面发现面阔为3间，现在我们走进内部，就看到了里边供奉的是睡姑姑和药婆婆，应该不难区分。真义则是2人的化身。以前这些造像内是真的包裹了人骨，在民国重修造像之后，里边的人骨还在不在难说。殿内的3架梁上隐约还有彩绘遗存，两侧壁画尚存，但也已经模糊不清，难以辨认了。至此，我们就逛完了平遥双林寺。它在黑山画悟空中出现的元素，仅仅是其中2000多尊造像的冰山一角。这些造像所描绘的，绝不仅仅是神佛的世界，那分明是明代民间的众生相，以及普通百姓朴素的善恶认知。这张宏伟的图卷，其开端不晚于南北朝，其末端亦不止于现在。往者已矣，来者不绝。而身在画卷中的你我，不过也是万千来者之一。当我们亲身抵达其中，亲身记录它全部的精彩之后，便可将你们见证的美好传递给更多的来者。这份天命无疑比过往的任意一次天命都值得期待。看到这里的朋友，记得一键3连加关注，和徐工一起读成，一起旅行。